女人故意打开房门，不停摆弄自己的身体。门外偷看的男人吓得转身就走，殊不知女人却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作为索菲亚入职的第一天，主任自然是亲自接待。当他看到索菲亚涂着口红时，主任便提醒对方将其擦掉，随后便带着她参观起校园环境。而这时杰森迎面走来，顿时引起了茱莉亚的注意，这让他对杰森生出了浓厚的兴趣，望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恋恋不舍。上课时，茱莉亚被他的音乐才华逐渐吸引，便主动上前跟对方打招呼，称赞他的音乐天赋。杰森也被茱莉亚优雅的谈吐所吸引，不由得想要多了解对方一番。然而杰森作为学校出了名的音乐天才，自然少不了追求者。当茱莉亚来到教室时，正巧看到杰森跟莎拉有说有笑，这让茱莉亚内心十分嫉妒，直接将莎拉口红没收，还强制将两人的座位分开，并且警告莎拉上课仔细听讲。这让他对茱莉亚心生怨念，只好找到杰森诉说自己心中的不快。而这一幕正巧被茱莉亚看到，警告莎拉离杰森远点，不要耽误对方的学习。莎拉对此更加厌恶茱莉亚，十分不屑地转身离开。茱莉亚对此十分愤怒，手掌被钻出血都没有察觉。回到家后的茱莉亚看着白天没收的口红，十分嫉妒，直接将其狠狠踩在脚下。第二天，她便找到杰森，打探他的口风。当得知两人只是朋友时，他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放松下来。而杰森也察觉出茱莉亚的心思，心中不由得对她生出了浓厚的兴趣。午休时便前去寻找茱莉亚，没曾想她此时正在换衣服，而门外的杰森正巧将这一幕尽收眼底，随后便羞涩地跑开了。回到家的杰森彻夜难眠，脑海中全都是茱莉亚的身影。他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了这个女人，却又不敢面对这段感情。在学校碰到茱莉亚时，眼神总是躲避着对方，练习弹琴时都心不在焉。茱莉亚自然看出了杰森的反常，当天晚上便来到他的屋里，想要跟杰森表明心意。然而这将熟睡中的杰森吓了一跳，在看到是茱莉亚时，他便放下了戒备，接受了她的心意。早上醒来时，杰森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感到无比诧异，但内心又很是欣喜。到学校时，两人也不在意外界的目光，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，杰森的妹妹丽莎就发现茱莉亚在他哥哥的宿舍鬼鬼祟祟。丽莎当即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杰森。杰森得知后很是诧异，无形之中对他有了些许疏远。而茱莉亚自然察觉出杰森的异常，准备找他问清楚情况时，正巧看到杰森在跟莎拉打招呼。这时茱莉亚心中的嫉妒之火更加旺盛，脑海中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：女人离婚10年未觅新欢，每个寂寞的夜晚她都孤枕难眠。就在她濒临崩溃之际，一个名叫杰森的男人突然出现，没多久两人便走到了一起。可由于茱莉亚那变态般的控制欲，使她无法接受杰森跟别的女人聊天。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她偷偷溜进莎拉的宿舍，将违禁品放到了明天上课要用的书籍中。准备离开时，却没想到跟主任碰个正着，茱莉亚便以查寝的理由敷衍过去，却没曾想他们的谈话被丽莎全部听去。就在第二天上课时，茱莉亚故意让大家翻开课本，就这样莎拉落入了茱莉亚的圈套。尽管她如何解释，还是无法避免被停课的处分。不仅如此，茱莉亚还提出大搜查，以免有人浑水摸鱼，并在杰森的床底下搜出来1瓶酒。原来这是茱莉亚趁所有人不注意的情况下葬进去的，目的便是上演一出美女救英雄，请求校领导再给杰森一次机会，让他在本周帮助自己完成工作。而茱莉亚这样做都是为了让他对自己更加依赖。然而当天莎拉就将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了杰森。到了晚上时，茱莉亚本以为经过这件事杰森会对自己更加依赖，却没曾想杰森跟她提出了分手，这让茱莉亚十分愤怒，独自在房间发泄着自己的情绪。她觉得肯定是杰森那多嘴的妹妹惹出来的麻烦，不仅考试给对方不及格，还将其带到主任办公室进行了人先告状。不仅如此，茱莉亚还经常开车开到杰森家门口，甚至偷偷溜进去看着他练习弹琴。然而这次茱莉亚不小心发出一些动静，听到声音的杰森连忙起身查看，就要到茱莉亚藏身的地方时，杰森的手突然来了一条信息，救了茱莉亚一次。这让茱莉亚很是慌张，连忙回到车里，脑海中又生出了一个歪主意。第二天她便伪装成喝药自杀的假象，躺在杰森的床上，这可将他吓坏了，立马实施救援手段。可没曾想这只是茱莉亚的恶作剧。看到杰森的紧张的神情，茱莉亚很是开心，以为杰森对自己还有感情。然而茱莉亚不知道的是，杰森很是厌恶她的这种做法。就在此时，丽莎打来电话询问茱莉亚的事情。正在气头上的杰森怒斥丽莎不要多管闲事，自己会解决这件事情。到了晚上，正在气头上的杰森跟父亲大吵一架，独自去参加宴会。而蹲在他家门口的茱莉亚看到杰森独自一人出来，便立马跟了上去。
在宴会上，莎拉察觉出杰森内心的痛楚，便将他带到自己的房间，想要好好开导他一番。但不知为何，杰森二话不说便离开了这里。很不凑巧碰到了巡夜的警察，好在这时茱莉亚出面帮杰森解围，顺道将他带到了宾馆里，希望杰森可以原谅自己。但他却始终不为所动，离开了这里。然而杰森没想到的是，茱莉亚对自己的依恋已经无可自拔，更做出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。女人身为秀女，却每天不受约束，终日沉迷小鲜肉。尤其当初茱莉亚在网上看到杰森的照片时，便无可自拔，深深迷恋其中。为此，她还趁机接近快要上任的修女老师，趁对方不注意，直接将她物理超度，取代修女的位置，成功以老师的身份混进学校。为了让杰森彻底属于自己，还污蔑莎拉藏有违禁品，导致他背上休学的处分。但由于她不是真的修女，以至于茱莉亚的行为处处透露着反常，导致被丽莎发现端倪，偷偷地调查着茱莉亚的身份。就在茱莉亚准备进行下一步时，莎拉停课回来，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当即找到主任理论，但却无济于事。茱莉亚回到教室后，正巧碰到两人在聊天，这让茱莉亚怒火中烧，她无法容忍别人从她身边抢走杰森，于是便趁着莎拉洗澡时将她杀害，临走前将肥皂丢到地上，伪造成意外的假象。本以为莎拉不在后，杰森便会同意跟自己复合，却没曾想杰森态度坚决，直接将茱莉亚拒绝。忍无可忍的他直接用视频威胁。原来在茱莉亚表白心意的那天晚上，他偷偷将摄像头放在一旁进行偷拍。没有办法的杰森只能将一切都告诉妹妹，两人一合计，决定先将视频偷出来。与此同时，神父前来学校视察，主任在跟神父聊天时提到茱莉亚，可神父口中的她与主任印象中的完全不是一个人，于是便把索菲亚叫到办公室，三言两语就将她的真实身份套出来。眼看暴露的索菲亚为了隐瞒事实，拿起旁边的台灯就砸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杰森跟妹妹用螺丝刀撬开了索菲亚的房门。经过一番搜索，俩人发现索菲亚的电脑里全都是杰森的照片，这让他脊背发凉，无比后怕，拿起关键证据就准备去举报他。没曾想被突然出现的索菲亚给拦了下来。看着杰森手中的证据，他很是慌张，用言语来放松他们的警惕。就在两人转身之际，索菲亚直接抱起伤人，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打伤，杰森上前反抗，却被索菲亚一脚踢翻在地。就在他准备下死手时，主任突然出现，夺走他的武器。然而受过伤的主任自然不是索菲亚的对手，就要被他送走时，杰森艰难爬起，拿出螺丝刀就捅了过去。就这样，茱莉亚为自己所做的错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经过警察调查后，茱莉亚被带走，而杰森三人只是正当防卫，顺利从这所学校毕业，走向新的人生。